爹，你2次从高丽战场活着回来，最后却死在土匪手里。娘也是，爹走了，你怎么也跟着去了？爹，报仇的事先欠着，你总不能让咱秦家绝后吧？小姐，坟地里像是冻死了个人。去看看，若还活着，给些吃食。哎呦，你这孩子没死啊？没死，歇会儿。拿着吧，我家小姐让给的。多谢姑娘。大爷，你们回登州城，能捎我一程吗？上来吧，这年头都不容易。大爷，这一路不怕土匪？没点本事，哪敢带小姐出门？刘伯很厉害，10几个持刀汉子都近不了身。原来是高手。老把式而已。你呢？怎么一个人在坟地？我爹妈从高丽战场回来，路上被土匪杀了，就是前面黄风岭那一窝。这群天杀的土匪！小姐坐稳。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。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钱可以给，放我们过去。钱留下，马车也留下，人滚！马车不行。一起上！刘伯，小心！丁，查获一名穿越者，获得怪力乱神大礼包，是否领取？系统任务发放，为父报仇，教灭黄风寨72人，奖励牛黄丹1枚。领取，获得怪力乱神术，牛黄丹1枚。牛黄丹服用后，可立即获得1牛之力。1牛之力，这才像穿越者吗？臭小子，你逃命也把小姐带上啊！我要是再年轻10岁，哪轮得到你们围我？秦渊，哈哈，好小子，快砸死这群土匪！去他喵的！这小子哪来的怪力？点子太硬，撤！你这小身板居然藏着这么大的力气，真是个怪胎。谢谢你没有走。他们杀了我爹，这笔账还没完。你有这身力气，不如去张府做侍卫，包吃包住。我爹很好说话，每月还有50两银子。张小姐好意，我心领了。我还有事要办。你是想去黄风寨？对，我爹不能白死。刘家刀法，算你救我和小姐的谢礼。家传武学也能外传？我没后人，带进棺材才真可惜。丁，检测至1星武学刘家刀法，消耗5点经验值，可略有小成。是否练习？练习。修炼成功，剩余经验值45。要上黄风寨，光靠蛮力不够，提升到最高可提升至登峰造极，需40点经验值。修炼，这样应该够了。秦渊，我家就在前面，你先去休息几天吧。不了，我还有要事，下次再见。你身无分文，拿着，若有需要，来张家找我和刘伯。别逞强，活着才有以后。多谢婵儿姑娘。小姐，人已经走远了，咱们回府吧。客官，要什么兵器？大刀，越重越好。8斤多，够用了。我要最重的。客官好刀法，还有更重的吗？有，镇店之宝，就怕客官拿不起。9尺鱼环王刀，88斤，上等好铁打的。这把我要了，多少钱？200两。我现在只有42两。外面什么人？靠山王府的太保，听说黄风岭出了土匪，去剿匪。他们剿了，我剿什么？钱先压这儿，刀借我用，等我剿匪回来再补给你。
不行啊！我的刀啊！黄风寨72条命，你最好乖乖给我等着。大哥，黄风寨离登州这么近，还敢杀人？今天正好拿他们练手。别大意，黄风寨大当家很可能是陶玉的铁斧囚龙，当年让我们折损不少人的囚龙，还有个使大刀的独眼龙。进山后都小心些。明白。下。黄风寨杀我爹的账，今天该还了。站住！什么人？剿匪之人。就凭你！下山劫个道，还折了几个弟兄，你是怎么做二当家的？大当家，那小子看着瘦，却能抱起上百斤巨木，一棍就扫死了咱们几个弟兄。哼！若老子在场，早死了。大当家，有人闯山门，现已倒下10几个弟兄。大哥，一定是他。召集所有人，跟老子砍了他！敢在我的山头撒野，今天让你死无葬身地！大当家，就是他！抢人钱财，害人性命，今天我就替我爹和黄风岭的亡魂讨债。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！猛虎下山！大当家连一刀都挡不住。大当家，怎么样了？快逃！爹，仇报了，你和娘可以安息了。任务完成，奖励牛黄丹1枚，4星天罡36术法，获得200经验点。宿主拥有2牛之力，获得称号孔武有力。4星符法，程咬银只靠前30就能扬名，这再配上我的力量，将来谁能挡我？仇报完了，也该收点战利品了。藏得还挺深，72个人才攒了200多两。启禀2位太保，黄风寨72名土匪无一生还，全死了，是绿林火炮。不是一伙人，是一个人。一个人灭了整座黄风寨，其他人多是一刀毙命，囚龙也没撑过3招。登州何时来了这样的高手？带上囚龙首级，回府复命。此人的身份，回去再查。老板，刀还你，我押在这里的银子呢？你真拿这刀上山剿匪了？黄风寨已经没了。为百姓除害，宝刀赠英雄，这刀送你了。好意先领了，但88斤还是太轻了。这还轻？能不能替我打一把2、300斤的大刀？我这小作坊打不了，你去张家兵器作坊，那是登州最大的锻造铺。多谢。老板，这把刀从哪儿来的？一个小兄弟刚还回来，说拿他灭了黄风寨。大哥，就是他，把刀买下，带回王府。这么快便回来了？黄风寨剿灭了？黄风寨确实灭了，但与我们无关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赶到时，72名土匪已经全部被杀。哪方势力做的？只有1人。1人独破黄风寨，还3招内杀了囚龙。此刀就是他用过的。如此猛士，整个登州也找不出几个。传出告示，斩杀囚龙者赏银1000两。本王要知道他是谁。是。2牛之力也太费饭了。小二，再上一桌。客官，您还吃得下？只管上菜。怪力乱神术突破第3转，获得1牛之力。宿主目前拥有3牛之力。吃饭也能练功，
再加20斤酱肉。你小子这是几天没吃饭？刘伯，正好，坐下一起吃。这是我们张家的酒楼，你尽管吃，不用花钱。放心，我现在有钱。婵儿只给了你40多两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小子不会真跑去当土匪了吧？自己赚的。一天赚几百两，你哄老头子呢？不如来张家做事，顺便我还能教教你刀法。不用，你教的刘家刀法，我已经练成了。拿到1天便练成了，你小子是真敢吹！秦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爹，他就是救了我和刘伯的人。鄙人张万良，多谢小兄弟救了小女。举手之劳，不必客气。救命之恩，张家必报。小兄弟眼下可有什么难处？我正想找张氏铁匠铺，打一杆200-300斤的重兵器。张氏铁匠铺正是我家的，不过不用打造，我这宝库里便有一杆300多斤的祖传重戟。带我看看。秦小兄弟，请。此戟传承了100年，因太过沉重，至今无人能用。300多斤，他竟能挥得这么轻松！霸王戟320斤，寒潭玄铁打造，仿照西楚霸王兵器的重量，又添了2对月牙刃，重量正合适。你救了婵儿，这杆戟便赠给你。保己遇英雄，也算有了归宿。这份情我记下了。今晚便在府里住下，不必再与老兄客气。你真把刘家刀法练透了，我爹当年都没到这个境界。我就知道你没有吹牛，只是练得快些。衙门出了公告，有人独闯黄风寨，杀了裘龙和70多名土匪，赏银1000两。那个人不会就是你吧？他们杀了我爹，我只是去报仇。难怪你突然多了这么多银子，杀得好，你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爹，出什么事了？贾家大公子又带着彩礼来了。婵儿，你先回内院。婵儿不愿意，拒绝便是。贾家仗着冠冕有人，不肯罢休。秦小兄弟，你愿不愿意娶婵儿？让我做张家女婿？你们若两情相悦，我便能名正言顺拒绝贾家。拜见岳父大人。好女婿。张伯父，12箱彩礼已经送到，婵儿小姐呢？彩礼抬回去，婵儿已经有夫婿了。谁？我一个穷小子也配娶婵儿？我叫秦渊，张婵儿的夫婿。知道我表哥是谁吗？靠山王府第5太保高明，掌管1000人卫。没听过。识趣便滚出张家，否则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我张家的女婿轮不到你威胁，滚出去！把这小子给我扔出去！让我来自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你敢动我，我表哥绝不会放过你。区太保吓不住我。秦渊，小心！少爷没气儿了！这下麻烦了。他持刀行凶，我只是还手。贾家要人，让他们来找我。张家姑爷，好大的胆子！报官！我要亲眼看着他被依法处斩。还有张万良敢害我孙儿，我贾家跟他没完！去请5太保高明，今日这口气，贾家必须讨回来。五弟，带这么多人去哪儿？义父最厌我们仗势欺人。大哥，不是仗势，是去抓杀人犯。我表弟贾仁义被杀了，贾仁义死了。凶手在张家，听说力大无穷，挥手就把数人击飞。挥手击飞数人，所以我才多带些人。我与你同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好。秦渊，贾家请来了王府太保，你从后门走吧。我若逃了，你和岳父变成了包庇逃犯，那也比你被抓过强。他先持刀动手，我不会有事。秦渊，我去就回。当着2位太保的面，把杀我孙儿的凶手交出来！
你孙子都闯我张府行凶，我女婿只是自保。我孙儿已经死了，你还敢反咬一口？老爷，就是他！年纪和身形都与铁匠苗手相符，难道他就是毒灭黄风寨的人？吴太保，还不把这个杀人凶手拿下！小兄弟，你可练过武？练过。黄风寨72名土匪，是不是你杀的？是我。王爷正在找你，至于贾仁义之死，也需一并查清。大太保，贾仁义持刀行凶，地上的短刃和在场众人都能作证。张老爷放心，王爷自会秉公处置。好，我跟你们去。进了靠山王府，他休想活着回来。若我女婿真有事，我张家与你贾家不死不休！哼！爹，秦渊的被大太保带去靠山王府了。小姐，先别慌，大太保不像是要害他。背银子，若真出事，我张万两就算倾家荡产，也得把女婿救回来。你便是一人灭掉黄风寨的秦渊？正是，秦渊见过王爷。小小年纪就独占72名土匪，你如何做到的？我从小体生怪力，近日又练成一套刀法。义父，张府之事也已查清，贾仁义持刀闯宅袭击秦渊在先。既是自保，秦渊无罪。谢王爷。随本王去演武院，让本王看看你的本事。这是你当初剿灭黄风寨时用过的重刀，王爷特意派人帮你买回来的。88斤的重刀，在你手里竟耍得如羽毛般轻柔，好俊的力力！龙浪蝶，百闻不如一见，秦兄弟果然是天生神力。哈哈，痛快！取本王的囚龙棒来！拿出这真本事！本王纵横沙场数10载，还用不着你这后辈相让。王爷，小心了！天罡36府第一式，劈脑袋！快住手！王爷，收手不及，让您受惊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招劈脑袋，势如破竹，收发随心，绝世猛将当真是绝世猛将。孩子，你可愿拜本王为义父？系统提示：丁，触发剧情任务，拜林啸为义父。孩儿秦渊，拜见义父。哈哈哈！好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本王麾下的第13太保。见过大哥。13弟，往后咱们就是同袍兄弟，自家手足了。哈哈哈！来人，把玄金锁子甲和9尺大环王刀送到张府。明日一早随本王入军营，本王亲自给你受封军职。谢义父。义父，今日比武动静不小，家中岳父与婵儿恐在挂念。若义父无其他吩咐，孩儿想先回府禀报喜号，免得他们担惊受怕。哈哈，懂武艺，重孝道，还顾家。去吧，去吧，明日准时到军营见本王。老爷，小姐，秦渊回来了。你没事？王爷已经查明，我无罪。好女婿，你真见到靠山王了。启禀13太保，王爷命我们将铠甲和兵器送来。13太保，义父收我做了义子，从今日起，我便是靠山王府第13太保。好！我就知道老朽没有看错女婿。去了军营，万事小心。等我回来。13弟，就等你了。今日军营大比，正好让将士们见见你的本事。大哥和二哥没来，他们奉义父之命押送黄冈去了。黄冈，难道正好赶上程咬银劫道？人齐了，出发！爹，今日军营大比，也带我去看看吧。军营重地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女儿只看一眼，绝不给爹添乱。
13弟，今日可别让我失望。郡主过奖。王爷小心！渊儿，你可受伤？孩儿没事。拿兵器将他吓退便是，不必冒险。他刚才扑的是义父，不能放走。13弟，三拳壁虎。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本王的第13天宝。这么大一只虎，真被13弟3拳锤死了。古有霸王举鼎，今有渊儿3拳壁虎，此事必成佳话。13太保神勇，我们服了！把大虎抬去军营，让将士们都看看吾儿的本事。王爷，这是路遇猛虎袭击，是本王新收的13太保3拳将他打死。3拳壁虎，秦渊见过魏将军。今日比武点到为止，前3名职位提升1级，前100名同享虎羹。渊儿，军中敬重强者，今日不必藏住。丁，任务发放，连胜至军比结束。夺得军比第1，奖励勇冠3军称号，可激发3倍人体巅峰耐力。义父放心，孩儿定不给您丢脸。13太保不用兵器，来吧，下去吧。13弟，好样的！一个个来太慢，10人一起上。10个一起，这也太快了！王爷，13太保真乃万人敌，如此猛将，本王绝不会埋没。13太保，选件兵器吧，否则魏某胜之不武。魏将军，请。好刀法！停！13太保武功高绝，魏某认输。魏将军承让。还有何人？既然无人再战，今日军比第1，便是吾儿秦渊。13太保，13太保！渊儿夺得军比第1，改任何职？第9大营都督之位空缺，可掌3000人马，正适合13太保。渊儿听令。令，本王命你为第9营千军都督，掌3000兵马，日后战场建功，再行封赏。谢义父。眼下先不急着入营，过了年关，把你和张家千金的婚事办了。是，义父。好女婿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晨儿担心的一夜没睡。爹，你说这些做什么？昨日留在军营，让你担心了。回来就好。13太保，王爷急诏，16万两税银黄冈被劫，大太保和2太保正在受罚。果然撞上了程咬银劫黄冈。刘伯，告诉婵儿和岳父，我去王府一趟。
16万两黄冈被劫，你们连贼人的底细都没查清。义父，我们在长叶林遇到一个手持巨斧的胖汉，自称混世魔王，我们不是对手。废物！丁，任务发放：寻回16万两官银，查破黄冈被劫案，奖励牛黄丹2枚，4星霸王级法，经验值200点。义父，我3日内追回黄冈。你有线索？黄冈是在山东长叶林被劫，对吗？正是。山东绿林头子尤俊达表面经营珠宝，暗地养着数百响马。黄冈即便不是他亲手劫的，也必与他有关。好，此事交给你。义父，孩儿愿随13弟前去，将功赎罪。孩儿也去。让大哥、二哥随我同去吧。这是第9营令符，各调3000阵马，此行所有人皆听你号令。孩儿领命。13弟，刚才多谢你替我们开口。都是自家兄弟，不必客气。天亮前赶到山东地院要紧。轻装急行，直奔长叶林。长叶林！第1是劈脑袋，第2是鬼剔牙，第3是掏耳朵，第4是啥来着？官府已经查过来了，这几日你绝不能出门。不就是几个太保？前面那2个一斧子便倒了。这次来的是13太保，传闻3拳壁虎，打遍登州军营无敌手。吹得再厉害，也未必接得住我3板斧。总之不准出去惹事。行，你放心吧。13弟，前面便是黄冈被劫之处，尤家庄也在附近。先去尤家查。怎么了？里面有人，还有鼾声。程咬银，谁打你程爷爷？你是什么人？我乃混世魔王尤根达。16万两黄冈，是你劫的？没错，我还听说13太保要来，正准备连他一起劫。不用等了，我就是13太保。你就是3拳壁虎那个？待我找回黄冈，我饶你一命。想找黄冈可以，先接我3斧，接得住，我便带你去。来，小娃娃看斧，第1是劈脑袋。这没道理啊！鬼剔牙，掏耳朵。我这斧法有99-108招，刚才3招，那就是第4招，使不出来了吧？服了，我服了。黄冈，我带你们去找。你刚才那招分明像第4式，谁教你的？13弟，就是他劫的黄冈。绑起来。劫黄冈会不会连累我娘？程咬银，你带我找回黄冈，或许还能将功赎罪。我带。不对，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银？你便是许明风。正是。回了。小将军，这是私宅，不可擅闯。带上来。对不住，我若不带他们来，怕是要连累我娘。黄冈分文未动，就藏在后花园地窖，
进去搜。13太保，16万两黄冈全部找回，分文不少。劫官淫是大罪，随我回登州，由靠山王发落。黄冈找回来了，我还能活吗？那要看你接下来老不老实。启程，回登州。13弟，小心！救出许庄主，大不了占山为王。你们糊涂，这是在逼死我呀！现在散去，还能活，敢再向前，杀无赦！放了许庄主！二哥，那个带甲小将好厉害！小小年纪，竟有万人敌之勇。不好，囚车里的是许明风，不能让他有闪失。二哥当心！来者何人？在下沈策，二贤庄萧文烈。原来是山东响马的总瓢把子和历禅县的捕头。13太保，这些绿林中人我都认识，还请暂且留守。哼，我已警告数次，他们仍敢劫囚，死不足惜。沈策，你也是官府中人，你来说，劫囚是什么罪？劫囚同罪，当斩。13弟，余下响马已经逃散，可要追击？不追了，押送黄忠要紧。方才救人心切，多有冒犯，萧某甘拜下风。许明风私劫16万两靠山王的黄冈，你这二贤汤岗庄主还要替他出头？黄冈，夏二哥，此事别管了，是我咎由自取。药银，策兄，策兄，我这次怕是真要砍头了。我娘以后就托你照顾了。13太保，药银是我从小的兄弟，他虽糊涂，心却不坏，还请太保轻判。如何定罪？要回登州由我义父发落。他已协助找回黄冈，也算将功补过。沈策恳求太保替他说句话。策兄，起来吧。程耀银能不能活，我无法保证，但会如实禀明他协助找回黄冈。多谢13太保。整队，押黄冈回登州。丁，任务发放，助程耀银免死，将福将收为麾下，奖励牛黄丹2颗，7星宝刀1把。启禀王爷，13太保回来了，16万两黄冈悉数追回。孩儿幸不辱命，黄冈分文不少，大哥二哥正在府外清点交接。好，渊儿立下大功，本王定奏明皇上，为你请功。义父，大哥二哥一路相助，也有功劳，孩儿斗胆为他们请功。哼，他们丢失黄冈本是死罪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功过相抵，让他们交接完滚回去歇着吧。你们便是劫黄冈的混世魔王，好大的胆子！王爷饶命，俺老程知道错了。义父，程耀银后来协助孩儿找回黄冈，已知悔改，孩儿想替他们求一条活路。你要替他们求情？是，他们虽莽撞，但也算条汉子。若能收为己用，胜过杀之。既是你所抓，又由你求情，本王便把他们交给你处置。再敢作恶，定斩不饶！多谢王爷，多谢13太保。先押入大牢。元儿立下大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为义父追回黄冈，本是分内之事，孩儿不敢讨赏。年纪不大，倒会奉承本王。来人，把红木箱抬来。
此甲名为虎奋玄光甲，乃先皇所赐，今日便赐给你。义父，这太贵重了。过几日先办婚事，随后随本王押送黄冈进洛阳面圣。孩儿领命。13太保，那日在王府，多谢您替俺求情，要不是您，俺老程的脑袋早搬家了。救命之恩，许明华定当报答。死罪虽免，活罪难逃。你们是想在这儿暗无天日的牢里待一辈子，还是跟着我从军，建功立业？我愿投入太保麾下，往后刀山火海，言听计从。俺也一样，太保指哪儿，老程的府子就批哪儿。好，明日我会安排你们出狱，先做我的亲卫。谢太保。任务完成，将程耀银收为麾下，奖励牛黄丹2颗，7星宝刀1把。7星宝刀，重200多斤，分量正合适。果然是把好刀。怪力乱神术突破第10短，石牛巨力转化为翼龙象之力，宿主目前臂力12000斤。翼龙象之力，如今的我，应当不弱于司马承天了。王爷亲临，令张府蓬荜生辉。今日是无儿大婚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多礼。元儿，本王赐你们夫妻1对夜明珠，愿你们往后好好过日子。谢义父。吉时已到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礼成送入洞房，恭祝13太保新婚大喜。婵儿，往后你便是我的夫人了。叫声夫君来听听。夫君。往后，你和张家，我都会护着。朕决意东征高丽。这帮老臣却个个上折阻拦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皇上息怒，这里还有一封靠山王刚呈上来的加急折子，您不妨看看。皇叔已如数追回16万两黄冈，还要进京面圣。好，准了。朕正愁无人商议东征大计，皇叔来的正时候。秦渊，这秦渊是何人？皇叔竟会特意在折子里提及此人。皇叔生性高傲，极少如此盛赞一个少年郎。看来这个叫秦渊的很不简单啊。3拳壁虎，打遍军营无敌手，还能力举千斤巨石。若真如皇叔奏折上所言，此人的武勇恐怕丝毫不差于朕的无敌大将司马承天。传旨，准靠山王押送皇帐入宫，让他把这个秦渊也一并带来。朕倒要亲眼看看他究竟是何等猛将。奴婢遵旨。孩儿拜见义父，不知义父单独召见有何要事？好消息，皇上已经下旨准本王押送黄羊进京。不仅如此，皇上还特意点名召见你，命你明日一早随本王一同出发。多谢义父栽培举荐之恩，孩儿定不负期望。起来吧。
回去好好与婵儿告别，明日一早随本王入洛阳。渊儿，此番进京面圣，是你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。孩儿遵命。进京面圣，好女婿，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儿啊！夫君与我才刚成婚，这便又要远行了。我随义父押送黄冈进京，面圣之后便回来，绝不耽搁。洛阳路远，那你千万当心，早些回来。13弟，上次你大婚，我身子不适，没能前去讨杯喜酒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月儿姐说的哪里话，自是身体要紧。这次我也随军去洛阳，这一路上还劳烦13弟多照应了。他们二人为何会在队伍中？义父，这二人颇有些武艺，孩儿已将他们收为贴身亲卫，让他们戴罪立功。往后跟着渊儿好好做人，若再敢生出半点作乱的心思，本王定斩不饶！王爷，您把心放肚子里，俺老程这回是彻底改了，以后太保指哪俺打哪儿。属下谨记王爷教诲。出发！渊儿，16万两黄冈已顺利交接国库，接下来便是随本王入宫面圣了。是，义父。王爷，太保大人，皇宫重地，按规矩，请解下兵签。渊儿，这洛阳皇宫不比登州，处处是规矩。一会儿见了皇上，随义父行礼。本王与陛下议事时，你切记莫要多言，在旁听着便好。孩儿明白，义父放心。哎呦，老王爷，您可算到了！皇上正搁御花园赏景呢，特意命老奴在此恭候。您二位请随老奴来。老臣叩见圣上。草民秦渊叩见圣上。皇叔免礼，快快请起。你便是秦渊，果然生得气宇轩昂，英雄出少年。起来吧。谢圣上。皇叔，16万两黄冈能失而复得，你收的这个义子可是立了奇功啊！圣上谬赞，全靠渊儿心思缜密查出贼人，黄冈才得以如数追回。皇叔，朕今日召你来是有一件要事，朕准备第3次东征高丽，皇叔以为如何？圣上，东征战线太长，一旦再起战端，受苦的还是中原百姓，国库也将面临重压。此事还望皇上慎重三思。高丽狂妄，断我朝贡，又暗中联合草原部落屡次侵犯边境，朕若坐视不管，如何彰显天威？如何保国民安宁？高丽确有狼子野心，若皇上心意已定，老臣自当鼎力支持，肝脑涂地。秦太保，你既是武将之才，对东征之事怎么看？高丽屡次犯我边境，又暗联突厥，祸乱边民，如此不仁不义的贼国，该灭。哦，你也认为高丽该灭？我大隋乃泱泱天朝，岂容蛮夷小国跳梁？胆敢犯我天朝者，虽远必诛！哈哈哈哈！犯我天朝，虽远必诛！好一个虽远必诛！皇叔，你收的这个义子甚合朕意，甚合朕意啊！秦渊，朕听闻你在军营3拳壁虎，臂力惊人，可有此事？些许蛮力，圣上过誉了。哈哈哈，圣上，渊儿可不只是神力过人，他那一手霸王戟法大开大合，霸道无匹，当今天下恐怕少有人能破。哦，少有人能破。皇叔莫不是忘了，朕的天宝将军司马承天也有一手天下无敌的鎏金堂法。传旨，立刻召司马承天入宫，带上他的兵器。朕今日倒要亲眼看看，秦太保能接得住天宝将军几招。老奴遵旨。叩见吾皇万岁！起来吧，天宝将军，你跟秦太保切磋切磋，点到为止即可。皇上，这位太保年纪还小，臣是怕承安出手没沉重，万一伤着他。宇文大人，别小看了我儿。哼，年轻人切磋而已，不必争执。成都，下手留点神，别伤着老王爷的义子。你年纪小，让你先出招。哼，好。
好。皮脑袋。好，一招就能逼退天宝将军，秦渊还是头一个。皇上，是成都刚才大意了，没防备。好击法，竟压等天宝将军毫无还手之力。成都，皇上，再打下去恐怕会两败俱伤。过几日各国使者就要来朝贡了，还得靠成都出面彰显国威啊。好了，到此为止。秦渊，比试而已，你竟害我儿受伤。爹，是我被金牌袖的力道震伤，与他无关。秦渊，你本事不小，连朕的天宝将军都被你震伤了，请圣上恕罪。皇上，秦太保年纪尚幼，又无军功，若贸然重用，恐怕难以服众。2日追回16万两黄冈，难道不算功绩？你若能完成，便无人再敢多言。请圣上示下。过几日诸国朝贡，会带来各国武士，你若能一人斗败他们，扬我大隋国威，朕便封你为镇殿将军。圣上，此事交给我儿成都便可，何须让他参与？天宝将军既然受伤，便好好休养，扬我大隋国威，谁参与都一样。秦渊，此事万万不可败。圣上放心，秦渊定不辱大隋威名。俺老程一直以为自己能吃，没想到太保比俺还能吃。有话直说。太保，你那天罡36粉第4式到底叫什么？想学？后面的招式都写好了，你和尤俊达一起练，别偷懒。太保放心，俺老程绝不辜负你。谢太保。丁，怪力乱神术修炼至15转，宿主臂力达到15000斤。若再斗宇文成都，30招内足够。皇上驾到！叩见皇上。众卿平身，宣诸国使臣觐见。这是我国献给大隋的异兽，在我们元宁，只有降服他的人才配叫真正的勇士。打开看看。13弟，这是什么异兽？就是一头狮子。元宁使者，区区一头狮子也敢在朕面前称异兽？大隋既然是天朝上国，想必有的是勇士能降服他。要是没人敢出手，我们元宁武士可以代劳。圣上，成都伤势未愈，不如让13太保去试试。秦渊，你能3拳打死猛虎，今天这头狮子，你敢不敢试？圣上既然开了口，臣自当尽力。大隋就派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小将，也怕他被一口吞了。你刚才说元宁的勇士都能降服他，不如让你身后的武士先给大伙演示演示。原来只会过嘴瘾。开龙！13弟小心！好，不愧是神拳太保！13太保勇猛无双，敢拿一头畜生来戏弄大隋威仪！来人，给我拉出去砍了！大隋皇帝，两国交好，不斩来使啊！区元宁也敢在朕面前放肆，连同那几个武士一并拿下！皇叔，你当真收了个好义子。启禀皇上，高句丽使者正在午门外求见。让他进来。高丽教，我王愿向大隋进贡，恳请大隋息怒，与我国重修旧好，免动干戈。高丽断供多年，还屡次侵犯我大隋边境，怎么现在听说朕要东征，知道怕了？大隋前2次东征都没能拿下我高丽，这第3次也未必就能如愿。放肆！贪玩之地也敢在朕面前张狂！高丽能打退大隋2次，就能打退第3次。拖出去，砍了！大隋休想灭我高丽！诸国大比，现在开始。元儿，去打出我大隋的威风来。义父放心。第1场，琉球武士古西木对战大隋太保秦渊。大隋太保秦渊胜！
大隋太保秦元胜！大隋太保秦元胜！大隋太保秦元胜！大太保秦元胜！13弟已经连胜10几场了，这些人还逼不出渊儿的真本事。诸国大比结束，第1名大隋13太保秦渊。秦渊，上前听风。秦渊，秦渊拜见圣上。你连败诸国武士，大扬我国威。朕今日封你为镇殿大将军，赏黄金1000两，赐紫金水火甲1副，绸缎1000匹，再拨1万兵马归你统领。谢圣上隆恩。传朕旨意，正月月底，大军开拔，东征高丽。皇上，眼下就出兵，是不是太仓促了些？方才高丽使臣那番话，让朕现在恨不得立刻发兵平了高丽。皇上，高丽远在东极，战线长达1000里，只怕粮草和民力支撑不住啊！犯我大隋者，虽远必诛。秦渊一个少年都有这等血性，难道你们还不如他？丁，任务完成，奖励穿云神弓1张，金丝软甲1件。爹，13弟才17岁，就要跟随大军出征，会不会太急？渊儿年纪虽小，一身本事却远胜常人。皇上愿意让他随驾，是难得的建功机会。战场凶险，既要立功，也要保住性命。义父放心，孩儿明白。明日随本王回登州，静候朝廷军令。好女婿，此番面圣如何？张老爷，你女婿全镇诸国，被封镇殿将军，还掌1万兵马。17岁的将军，我张家真出笼了。先回房，我慢慢告诉你。夫君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让你久等了。夫君成了镇殿将军，却也要上战场了。这是皇上所赐的金丝软甲，刀枪难伤，再加上我的本事，不会轻易出事。可战场不是比武，我还是怕。我答应你，一定活着回来。那你一定要记得。记得。高丽又在辽东掠走10几万百姓，不止高丽，突厥也趁机南下，抢粮杀人，北境百姓死伤无数，可谓生灵涂炭。突厥也出兵了。皇上担心突厥与高丽暗中勾结，从北侧袭击御营。此次我们不随主力攻城，你的任务是负责镇守北境。丁，任务发布，任务目标：保护御营，击退突厥部落，大破突厥王庭，封狼军需。任务奖励：龙象丹1颗，100%神剑术，1000经验值。封狼熏息，这可是武将的最高荣耀。今日回去准备，明日大军开拔。孩儿领命。秦将军全镇诸国，如今已名扬天下。此番上阵，还需诸位将军多加提点。这是舍妹韩月娥，随军镇守北京。见过秦将军。月娥姑娘巾帼不让须眉。这些百姓怎么饿成这样？粮食都被突厥抢走了。沙城兵卒周统拜见王爷。守城官何在？已经战死。突厥每月入境劫粮，城中粮食被抢光，百姓快活不下去了。打开军粮，立即熬粥救民，再传信朝廷催运粮草。是。防线太长，突厥小股骑兵抢完便逃，根本防不胜防，只能命各城加强戒备。义父，孩儿有不同看法。突厥赶来是因为他们骑兵快，我们若只守城，永远追不上他们。你想如何？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，给孩儿一支精锐骑兵，沿边境游巡，突厥在哪里出现，我们便打到哪里。骑兵机动，确实比部族更适合追敌。你要多少人？1万骑最好。登州大营只有8000精锐骑兵，本王全部交给你。谢义父。渊儿，北境百姓的性命便交到你手里了。孩儿定不负义父。铁骑大营8000将士全部到齐。参见镇殿将军。能统领诸位是本将的荣幸。
往后同生死，共患难，建不世之功。正谢将军，正谢将军。本王还担心渊儿年纪太轻，难以服众，如今看来是本王多虑了。上次宗门大比，秦将军早将他们打服了，如今又全镇诸豪杰中，谁不敬佩？启禀王爷，30来发现突厥骑兵，他们正在黄水村抢粮杀人。传令铁骑大营立即出兵剿灭。全军上马，赶往黄水村。秦将军，我随你同去。好，听说你的飞刀力无虚书，今日正好见识。别叫韩将军，叫我月娥便好。出发！太保，车迹很深，他们带了不少粮食，跑不快。快上马，挡住隋军！骑兵分2翼，封住退路，缴械不杀，负隅顽抗者拿下。秦将军，被掳走的百姓都在这里。跟我们回边境，没人会把你们留在草原。多谢将军救命！都起来！太保，这部落还有上千匹战马，粮食、战马全部带回。回黄水村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大隋铁骑。粮食已经夺回，各家清点认领，伤者先送沙城救治。好，对这群突厥就该以牙还牙。秦将军首战便救回百姓，夺回粮食，还缴获上千匹战马，的确大涨军威。义父，这些战马可补入骑兵大营，再选1000骑卒扩军。准了，你放手去做，本王全力支持。谢义父。从今日起，9000骑兵分为3营，程耀引领前锋，许明峰领左营，韩岳一领右营。末将领命。领命！突厥再敢越境，追到哪里便打到哪里。大义护民。告诉漠北各部，再敢入境抢粮，这就是下场！铁骑士兵回来了！是谁还敢去大隋边境抢粮？不知道铁骑士兵正在追杀越境骑兵吗？首领，牛羊死了大半，再没有粮食，部落老幼都要挨饿。我们有3万骑兵，铁骑士兵不过1万多人，未必敢来。狼群狩猎，会因为猎物比自己多便不来吗？首领，大隋铁骑士兵已经出现在东面山坡。太保，附近部落随时可能支援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前锋破中军，左右2营切断2翼，杀！守住第1轮冲锋，他们人数比我们少。铁骑，随我破阵！是秦渊，狼骑将军来了！首领，阵线已经破了。停止追击！
太保，为何不追？前方已是漠北腹地，我们不熟悉水源和道路，再追容易中伏。想打到突厥王通，必须先找到熟悉草原的向导。哼哼，皇帝老儿100万大军东征，正是我在集结兵马令他首尾南渊的机会。可汗，阿细节部被铁骑攻破，3万骑兵损失惨重。谁干的？大隋镇殿大军秦渊，他带14000铁骑，已连破10几个部落，1万多人，便将你3万骑兵打成这样。秦渊永不可挡，漠北各部看到铁骑，已先失了战心。召集兵马，本汗要让秦渊和他的铁骑永远留在草原。14000骑。正面击溃阿孤尔3万兵法，好一个大隋铁骑！如今漠北各部闻秦将军之名，已不敢轻易越境，北疆百姓终于能喘口气了。此战应立即奏报圣上，为秦将军请功。说得对，800里加急，亲手交给皇上，为我儿请功。是。半月伤亡5万，辽东城却仍未攻下。你们就是这样替朕办事？皇上，辽东城坚固，守军又早有准备，实在难以强攻。你当初说成天3日便能破城，如今半月过去，城门可动过分毫？启禀皇上，沙城靠山王坝100里加急。哈哈哈哈哈！秦渊率14000狼骑深入草原，连破突厥部落，又正面击溃阿古尔3万清兵。秦渊比成天还年轻，却能以少胜多。你们在这里半月，连一座城都拿不下来。秦将军护北疆百姓，威震漠北，实乃大扬我大隋军威。传朕旨意，敕封秦渊为高椒江将军，再赐6000战马，让他继续替朕杀一杀突厥威风。启禀皇上，突厥20万大军已进逼雁门关。皇上，若雁门关失守，御营后路和粮道都将被切断。请皇上暂且撤军，保全100万大军。都住口！皇上，为今之计，只能与突厥议和，或者撤军。向突厥低头，朕颜面何存？突厥20万兵马进逼雁门关，关口一破，皇上东征大军的后路便断了。他们不敢来沙城，反倒绕去800里外的雁门关，实在狡猾。沙城大军现在赶去，也来不及了。孩儿拜见义父。渊儿，你总算回来了。阿格尔一战打得不错，孩儿还缴获5000多头牛羊，正准备送来犒赏将士。此事先放下。拓跋口汗把20万主力全带去了雁门关。正是，皇上若不撤军，便只能向突厥低头议和。义父，这件事交给孩儿。你想做什么？突厥主力进出，王庭必然空虚。孩儿率14000狼骑突袭王庭，逼拓灭可汗回援。围魏救赵。可突厥主力一旦回援，你们便会被困死在草原。此计能解雁门之危，却可能让你有去无回。若不冒险，皇上只能撤军。孩儿愿意一试。本王准你出兵，但你必须活着回来。义父等孩儿的好消息。太保，今晚怎么突然让全营吃这么好？吃饱之后，随本将深入漠北，突袭突厥王庭。深入漫北14000骑深入敌境，可是九死一生。怕了。太保去哪儿，俺老成就去哪儿。我这条命是太保救的，愿誓死追随。此战算我一个。此行比之前更加凶险。你都敢去，我有什么不敢？你兄长同意了？他不同意，我就自己来。今夜吃饱休息，天亮出发。此行深入漠北，前无援兵，后无粮道，
所有人跟紧军旗，不得擅自离队。遵令。渊儿，记住为父的话。孩儿一定回来。出发，撤！启禀皇上，沙城靠山王急报。秦渊已率14000狼骑深入漠北，突袭突厥王庭。14000块人，敢闯突厥腹地！哼，这与送死有何区别？秦渊是在拿自己的命，替朕、替大隋解雁门之乱。哼！传令雁门关严防死守，等秦渊的消息。草原辽阔，没有向导，我们怎么找到王庭？带百骑过去，不许伤害无关牧民。明白。撤。突厥王庭在哪个方向？沿额根河向北，穿过2道山口，便是王庭。带他同行，保证他的安全。是。全军继续赶路。秦渊，听说他连破10几个部落，突厥人提起他都害怕，还说他长得像吃人的恶鬼。传言未必可信。大隋狼骑杀到王庭了！他们真的打到这里来了。前锋破阵，左右2营包抄，直取金鼎王棚。跟着太保冲进去！守住王站，等可汗回来，等可汗将他们全部杀光！突厥主将已败，放下兵器者不杀。太保，王城拿下了。取下来。这皮子不错，回去整好垫满。将军，这里还有2名女子。我不是突厥人，我乃大隋宗室静宁公主，开皇年间奉旨和亲。末将秦渊见过静宁公主。你就是狼骑将军秦渊？正是。原来你长得不凶神恶煞。拓者可汗很快便会带20万大军回援，你们必须立即撤离。狼骑连续奔袭数日，必须先补充粮水，再寻找突围机会。
20万大军一旦合围，你们便无路可走。既然敢来，本将便不会坐以待毙。可汗，王庭失守，狼骑已攻破金燕，王旗也被夺走了。什么？他们竟敢深入王庭！全军拔营，立即回援王庭！可汗，可雁门关就在眼前，王庭都没了，还打什么雁门关？回军！启禀王爷，雁门关外20万突厥大军已经连夜撤走。好，渊儿成功了！秦将军真攻破了突厥王庭，逼退20万大军。可突厥主力回援，狼骑必会遭到围堵。可有渊儿和狼骑的消息？暂时没有。继续查，无论如何也要找到狼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突厥20万兵马退了，秦渊果然攻破了他们的王庭。突厥主力已经回援，1万多狼骑还能活着回来吗？秦将军马踏王庭，解雁门之危，实乃旷世奇功。秦渊就是朕的冠军侯。立即打探狼骑下落，朕要知道秦渊是否平安。已经10多日没有夫君的消息了。那小子命硬得很，连老虎、狮子都打不死他，突厥人算什么？若夫君真出了事，我也不活了。不许胡说！小姐，姑爷有万夫不挡之勇，一定能回来。10天了，20万大军竟找不到1万多狼骑。可汗，他们可能已经逃出草原。不可能，各条道路都已封锁，他们飞不出去。继续搜。可汗，发现狼骑了。在什么地方？他们没有逃，正在朝我们的大营冲来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全军列阵，今日灭尽狼骑。从缺口冲进去！封住缺口，杀1名狼骑，张扬石跑！骆驼老儿，你不是要杀本将为王庭报仇吗？本将来了！首领被敌将杀了，可汗已死。杀得好，太保威武！破决可汗已死，放下兵器者不杀，继续抵抗者杀！破决可汗已死，缴械不杀！他们军阵乱了，左右2营分开，继续压阵。蓝袍将军来了，快躲开！公主，1万多人竟追着10几万人跑。今日之后，
漠北各部再听见秦渊之名，恐怕都会不战先退。此战斩敌近9万，我军阵亡2100余人，伤者2300余人，能继续作战者不足1万。留下2000人照顾伤者，看守物资，其余8000骑继续北上。太伯，还要继续追？突厥主力尚存，今日不彻底打散他们，日后还会卷土重来。将军这是想登临续山，马引瀚海，从此漠北无王庭。这种大事，俺老程必须跟着。漠北纵横数千里，没有地图，随意深入只会迷失方向。狼居尸山和北海都标在上面。多谢公主。我远家塞外，本为两国安宁。将军若能让突厥数十年不敢南下，也在柳缺我的心愿。秦渊定不辜负这张地图。告诉义父，拓展可汗已死，突厥20万大军已败，属下即刻出发。全军休息2个时辰，天亮继续北上。还是没有狼骑的消息。目前还没有，月娥也随军深入草原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草原大捷，秦将军战报。渊儿斩杀拓汉可汗，以14000狼骑大破20万突厥兵马，斩敌9万，千真万确。秦将军平安无事，已继续北上追击残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秦渊！14000骑大破20万，此战足以名传千古。本王亲自去御营为渊儿请功。启禀皇上，狼骑大捷。秦渊斩杀拓然可汗，大破突厥20万兵马，斩敌9万。恭喜皇上，突厥主力遭此重创，北疆10余年无忧。哈哈哈哈哈！1万余骑马踏王庭，大破20万敌军。秦渊当真是朕的冠军侯。敕封秦渊为狼骑大将军，加封冠军侯，赏黄金10000两，锦缎1000匹。皇上圣明。将此大捷传告天下，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大隋狼骑的威风。老爷、小姐，姑爷有消息了。夫君怎么样了？姑爷平安，还斩杀突厥可汗，大破20万兵马。他没事就好。我女婿大破20万大军，皇上已经封姑爷为狼骑大将军，加封冠军侯。大将军、冠军侯，我张家祖坟真冒青烟了。我不要什么侯爵，只要夫君平安回来。左右合围，先断他们的马群。只追主力，不与逃散小股纠缠。突厥王庭已灭，可汗已死，还不投降？太保，剩余各部已逃向西域和北方，再也无法结成大军。继续北上，最后一城，狼居深山。这就是狼居胥山，俺老程竟然真走到这里了。马踏王庭，封狼居胥，此生无憾。将军，既然来了，总该留下点东西。上山。自今日起，犯我大隋边境者，见此碑，如见狼骑。大隋万圣，狼骑万圣。任务完成，封狼遗墟，漠北无王庭，奖励龙象丹1颗，无敌神剑术1000经验值。
宿主增加1龙象之力，当前臂力3万斤。3万斤，距离李元霸又近了一步。太保，大军已经集结，弟兄们都想回中原了。传令拔营，回沙城。王爷，秦将军回来了。孩儿拜见义父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秦少，你们都是大隋的功臣，不必多礼。静宁见过皇叔。静宁公主，突厥王庭已灭，我愿随秦将军回归中原。塞外寒苦，回来便好。都进营，本王已备下酒宴，为狼骑庆功。渊儿马踏王庭，大破20万突厥兵马，众将恭贺。敬秦将军。皇叔，秦将军后来又深入漠北3000里，击溃突厥军狼居西山，如今漠北已无王庭。封狼绿溪，秦将军当真登上了狼绿溪山。孩儿在山顶立下一碑，突厥大部已经逃散，数十年内难以再犯。好，此等功业，旷古少有。圣旨到，狼骑大将军秦渊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秦渊马踏突厥王庭，解雁门之危，又大破20万突厥兵马，斩杀拓战可汗，功功卓著，敕封狼骑大将军，加封冠军侯，赏黄金1万两，锦缎1000匹。钦此。臣谢皇上隆恩。程耀尹、许明峰随秦将军征战漠北，屡建战功，封狼骑左右车骑将军。韩月娥官升1级，赏黄金1000两，绸缎100匹。谢皇上。秦渊以8000狼骑深入漠北，击溃突厥残部，登临狼居西山，从此漠北无王庭。不愧是朕的冠军侯，功业旷古烁今。哈哈哈！秦渊凭1支狼骑便能横扫漠北，你们手握100万大军，却连辽东城都攻不下来。圣上，草原适合骑兵冲阵，辽东城却墙高城厚，强攻实在艰难。哼，前线已折损8万将士，你还在怪城墙太高？守城主将始终躲在城墙上指挥，连成天也无法近身斩将。那你们可有破城之策？冠军侯勇冠天下，不如召他前来。若他真能10日破城，微臣愿做他3日仆从，任其差遣。你是真相信秦渊，还是想看他出丑？微臣只想请冠军侯替大军解忧。好，传朕旨意，召靠山王与冠军侯前来御营。末将参见花皇上。朕的冠军侯总算来了，免礼。辽东城已坚守1个多月，你可有办法破城？萧振言、沈怀元诸位将军都是沙场前辈，末将不敢卖弄。尽管说，司马成国还与你立下赌约，你若10日破城，他便做你3日仆从。司马大人，此言当真？自然当真。擒贼先擒王，守城主将一死，城中只会避乱。他躲在高墙之上，你如何近身杀他？何须近身？本将在1000米之外，便可取他性命。千里取敌将首级，你莫非会仙术？若本将做到了呢？本将当众向你3跪9叩，3日之内任你差遣。渊儿，此话不可轻言。秦渊，你当真有把握？明日阵前，一试便知。好，朕亲自作证，明日攻城。继续强攻，只会让更多将士白白送命。冠军侯可以施展1000米取首级的神通了。秦渊，此处太远，朕准你再靠近几百步。圣上，此地正好。程咬银，去穿云神功。来了。好一张神功！此功20时拉力，1000米射程不在话下。20时，军中久战强攻已是极限。攻再强，射不中也是无用。
渊儿竟然还精通剑术。弓箭手向左集结，把隋军压下去！怎么可能？将军死了！不要乱！弓箭手继续！副将军也死了，箭从哪里射来的？高丽主将已死，全军攻城，先能城头者重赏。千米取将，秦渊，你竟真做到了！好，没想到渊儿还藏着如此神剑绝技。如此距离，我连人影都难以看清，他竟能连续射杀2将。恭喜皇上，敌将已死，辽东城今日必破。司马大人，冠军侯剑术官绝天下，本相佩服。佩服便完了，昨日的赌约呢？司马相国，皇上还亲自替你们作证，可不能言而无信。昨日不过几句玩笑，本相乃朝廷相国，怎能给人做仆从？朕既是见证人，赌约便必须履行。3日而已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司马大人何必行此大礼？快快停起！真是折煞本将。等我磕完才来，你分明是故意的！赌约已经完成，立即全力攻城，不可错失战机。攻了1个多月的坚城，秦渊2箭便让他乱了阵脚。这一仗赢得痛快。他的神箭术专杀守城将领，对攻城确有奇效。幸好秦渊是我大隋将军，若敌军有这样的神箭手，我军将领谁还敢登城指挥？1000米之外取人性命，确实防不胜防。皇叔，朕想让秦渊挂帅，统领接下来的高丽战事。皇上要将100万大军交给渊儿，他能率狼骑横扫漠北，又能2箭破辽东城，足见勇谋兼备。渊儿虽然年少，性格却沉稳，确有帅才。老臣支持皇上的决定。那便定了，接下来的东征帅印交给冠军。司马大人去了何处？本将要沐浴，他身为3日仆从，不该来烧水吗？太保，要不要俺去把司马相国绑来？不用，本将等他自己来。秦大将军，我爹身体不适，有什么吩咐，由我代劳。天宝将军要替父做仆从，我身为人子，替父受辱，理所应当。本将与司马大人的赌约与你无关，让他亲自来。大家同朝为官，何必咄咄逼人？给我父亲留些颜面。你父亲数次当众为难我，给我设局时，可曾想过给我颜面？天宝将军，请回吧。我若不走呢？他的力气又变强了。既然不愿自己走，本将送你出去。
4比50，他还没有如此恐怖的力量。替本将转告司马大人，明日记得过来烧水。天宝将军，慢走啊！朕今日召集诸位，是要重新选定东征主帅。冠军侯2剑破辽城城，朕决定让秦渊挂帅。皇上，此事关系重大，还请慎重。皇上，将才与帅才织纠不同，秦渊也不曾说过他能覆灭高丽。你们围攻辽东1个多月，折损8万兵马，秦渊一来，2剑便破城防，谁有把握覆灭高丽？朕现在便把帅位给谁？秦渊，这帅位你敢不敢接？任务发布：统领全军，解救被高丽奴役的大隋百姓，覆灭高丽。完成奖励龙象丹1颗，金刚之躯经验2000点。系统提示：金刚之躯可令宿主刀枪不入，无惧剑雨。承蒙皇上信任，这帅位末将接了。不破高丽都城，不救出被掳百姓，末将誓不归还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冠军侯，东征各路兵马皆归你调遣，朕等你的捷报。末将领命。爹，秦渊能挂帅，我为何不能？帅位看似威风，实则是个烫手山芋。赢了是皇上的功劳，败了却要他承担所有罪责。司马相国刚才说，谁会承担所有罪责？老夫正在教导成天，顺便恭喜大将军挂帅。司马玄见了本帅，为何不行礼？老夫乃当朝相国，与你同级。可你还兼任军中长史，应归本帅调遣。 3日赌约，你既不愿端茶倒水，明日起便去先锋营做参将，亲自攻城补上。老夫是文官，文臣持剑上阵，也能传为佳话。攻城不同于草原冲阵，高丽人擅长阴谋，你千万不可大意。义父放心，孩儿不会拿将士性命冒险。去吧。东征号称100万。 为何如今不足70万兵马？国内叛乱四起，征召兵卒无法安期赶到，民夫承受不住苦役，每日都有逃亡。辽东又久攻不下，粮草和军心都快撑不住了。那便速战速决，再拖下去，高丽未灭，大军便会先自行瓦解。元帅，汉城乃高丽3京之一，城防不弱于辽东。太保。 把守将引出来，再用神弓射死他。主意不错，你去叫阵。看俺老程的！城上的高丽小儿，快开城投降，否则大隋杀进去，把你们砍成筛子。城下何人也敢大放狂言？说出无名，吓你一跳。俺乃冠军侯麾下郎骑将军程耀银。小小将领也敢威胁本将？ 攻城！盾兵护住冲车，撞开城门！敌军乱了，全军猛攻！缴械者不杀，不得伤害城中百姓。 此人不过20，竟有如此本事。勇勇虽强，谋略未必老练。臣愿亲赴隋营诈降，拖住他们，整顿平壤城防。好，你立即前去。皇上，辽东汉城接连失守，隋军已越过鸭绿江。 2座坚城，怎么会败得如此快？隋军新任主帅秦渊剑术惊人，1000米之外便能射杀守将，主将一死，城防便会大乱。 将被俘的7、8万隋人全部押来平壤，加固城墙，日夜不得停工。跟着元帅打仗确实痛快，敌将一露头，穿云神功便取其性命。后方粮草却越来越少，民夫仍在不断逃亡，所以必须尽快结束战事。 沈怀远、萧振岳率水师绕后，封锁水路和通往国内城的退路。末将领命。程耀银、许明峰率军经丹城，
从左翼包抄。领命。天宝将军，随本帅统领正面主力，直逼膨胀。末将领命。三路合围，绝不能让高丽王逃走。此战，一战灭国。启禀皇上，亳州刺史涂向天拥兵自立，自称南阳王。响马攻占金鸡关，又占据瓦岗称王。金堤关与瓦岗皆是本王封地，这群响马趁本王出征，竟敢作乱！皇上，请准老臣回师中原，平定瓦岗。区草寇，皇叔回去剿灭便是，朕准奏。前方大捷，冠军侯连下10余城，兵锋已经直指平壤。哈哈哈！好，秦渊挂帅不过半月，便已兵临高丽都城。渊儿果然没让皇上失望。传旨，赐秦渊龙纹披甲1件。皇上，龙纹披甲乃皇权象征，岂能轻易赏赐？冠军侯立下灭国大功，一件披甲又算什么？渊儿正在前线灭国，本王也该回中原，清理瓦岗响马。全军回师登州！三路已经到位，高丽王插翅难逃，只等元帅下令。元帅，高丽丞相盖苏渊求见，自称奉高丽王之命前来投降。让他进营。高丽丞相盖苏渊见过随军元帅。来人，拉下去砍了。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。我有重要之事相谈，元帅听完再杀不迟。说不出有用的东西，本帅照样斩你。我王愿向大隋投降，恢复朝贡，只求停止兵戈。你们侵我边境、掳我百姓时，怎么没想过停止兵戈？10几万大隋百姓被你们抓来修城为奴，一句投降便想一笔勾销？只要停止攻城，一切条件皆可商谈。诈降之计，你们已经用过一次，在本帅面前故技重施，太嫩了。推出去斩首，将他的头挂在平壤城前。我是使臣，我要见大隋皇帝。斩！若他们这次真的想投降呢？真投降又如何？不灭掉这个反复无常、野心勃勃的国家，大隋东北边境永远不得安宁。所以你从一开始便没准备接受归降。本帅要的是高丽王被擒，被掳百姓获救，从此再无高丽犯境。
这些人学聪明了，既然斩不了将，那便直接破城。元帅，您是义军统帅，岂能亲自涉险？每多耽搁片刻，便会多死一批将士。速战速决！元帅亲自上阵了，跟随冠军侯杀上平壤城！还要多久？城门由100年硬木打造，短时间内撞不开。全部退开！好刀！快顶住城门！开！元帅威武！城门已破，我捉高丽王者赏千金！他的戟法无双，刀法竟也如此凌厉。缴械者不杀，不得伤害城中百姓。高丽王已经逃了，他逃不了。封锁全城，搜查王宫及各处城门。将军，我们都是被高丽人抓来的大隋百姓，他们逼我们修城搬石，已有3万多人被饿死累死。从今日起，你们自由了，可以回大隋了。多谢将军救命！打开平壤粮仓，立即熬粥治伤，再准备车辆送他们回境内。是。队长，皇上，沈怀远率2万随军封住南方道路，转向东面山谷。这次应该冲出包围了吧？俺老程也敢拦本王，杀了他！这次应该冲出包围了吧？俺老程出来撒泡尿，竟然等来一条大鱼，区区1人也敢拦本王，杀了他！谁说俺是1个人？贤弟，这次真让你等到了大鱼。俺早猜到他们见南边有兵，便会改走东面。末将参见皇上，高丽全境已定，高丽王也已擒获，请皇上发落。诸位功臣免礼。当日高丽使者说，大隋永远灭不了高丽。今日你这高丽之王，却跪在朕的帐。杨宇，你连年征战，大隋早已千疮百孔，各地反王并起。今日高丽亡国，来日便轮到你大隋，你这个亡国之君也得意不了多久。拉下去，处死！杨宇，本王在下面等你。朕岂会怕一个亡国之王？
秦渊为北境上将军，开统领一北境10万兵马，赏黄铜金1万两，绸缎1000匹。谢皇上。狼骑扩充至10万，北境、北漠安危，皆交由你负责。末将领命。程耀尹、许明峰擒获高丽王有功，升任直阁将军，赏黄金1000两。谢皇上。沈怀远、萧振岳、司马承天各升一级，重赏有功将士。3日之后，班师回朝。谢皇上。高丽已灭，杨宇很快便会回师，瓦岗必须提前准备。瓦岗地势险要，朝廷大军来了也不怕。真正可怕的不是杨宇，而是冠军侯秦渊。秦渊北破突厥，封狼提幽，如今又挂帅灭掉高丽，此人硬生生替大隋续了国运。我与萧二哥曾和他交手，数计便难以抵挡，如今只会更加可怕。即便如此，暴隋也必须推翻。天下百姓不能因为一个秦渊便继续忍受徭役和征战。如此英雄，可有机会拉来瓦岗效力？他如今封侯拜将，执掌北境10万兵马，不会轻易投靠瓦岗。但若能让秦渊不再效忠隋唐，对天下反王而言，便是最大的好消息。大事不好！启禀大王，靠山山林啸汇集10万大军，兵分5路，朝我瓦岗寨杀来了。10万大军，这靠山王来势汹汹，各位如何是好？靠山王那个义子，冠军侯来了没有？启禀军师，只看到靠山王的王旗，尚未见到冠军侯。再探。是。军师是怕那冠军侯也来围剿。大王，不管他来没来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全军准备迎敌。尔等反贼！大隋将士在前线出生入死，你们竟敢落草为寇，祸害一方，其罪当诛！林啸老儿住口！暴政当道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天怒人怨。放肆！小小响马，谁敢下城与本王一战？哼，有何不敢？小兄弟顶不住了！哈哈哈！小响马，本王有何惧？一起上吧！这老儿好生了得，连沈二哥都毫无还手之力。都去帮忙，击退林啸，瓦岗才能解围。军师，这是不是有点胜之不武？战场之上，胜者为王。去。好嘞，老儿拿命来！无耻响马，竟敢群殴！撤！一字长蛇阵已成，我看你们怎么破！这老儿武力强来就算了，这长蛇阵更让我等吃了大亏。顾军师放心，我表弟白景峰今日就到，只要他来，此阵必破。北平白景峰在此，挡我者死！
狂妄小儿，拿命来！撤军，快撤！可恨，可恨啊！这等白袍小将究竟是谁？竟能破我一字长蛇阵？义父息怒，这瓦岗绝非寻常反贼，将领个个武艺高强。若是渊儿在此，岂能让这些响马如此猖狂？13弟早已是纵横沙场的冠军侯，而我们竟连替义父分忧都做不到。义父在瓦岗受挫，竟被一白袍小年刺伤。这帮瓦岗反贼活腻了！狼骑大营严征率众将士拜见上将军。拜见上将军。将士们，皇上已赐本将10万兵马之权，即日起，狼骑扩中5万，另招5万步兵。本将要用这10万大军，横推中原，踏平瓦岗。横推中原，踏平瓦岗。上将军，步兵好招，可扩充5万骑兵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战马。对啊，太保，没马咋当骑兵？咋去救王爷？我们没有，草原上的突厥18部有。太保，俺懂了，咱们去抢。抢？义父在中原等我，我没有时间跟他们慢慢耗。把信送到突厥18部，告诉他们，3日之内，4万匹上等战马必须送到沙场。如若不然，本将就用他们全族的脑袋来给我大军祭旗。太保威武！吓死那帮突厥孙子！太保，您这号召力太恐怖了！短短3天，5万步兵名额硬是给挤爆了！太保，瓦岗那帮反贼知道是您在这几天拉起10万大军，估计吓得尿裤子了吧？兵已齐，现在就看突厥人的骨头有没有我的刀硬了。平原小儿欺人太甚！3天4万匹好马，他怎么不直接来要我们的命？马是我们的命根子，咱们绝不能答应，跟他拼了！拼？拿什么拼？若不答应，3天后，他那10万大军就要拿我们全族的脑袋去祭旗了。太保，突厥那帮孙子回信了，说砸锅卖铁也只能凑出15000匹马，摆明了是糊弄咱们。15000匹，大发叫花子呢！太保，咱们直接杀过去！一群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蛮子，既然他们舍不得给，本将就亲自去取。狼骑听令，全速推进，马踏草原！停！将军停下！求启元将军停兵！知错了。本将的大军已经拔营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跟风首领之凑齐，正在赶往北疆的路上，求将军大发慈悲，退兵吧！4万匹，那是昨天的价钱。回去告诉你们首领，想让本将退兵，拿出6万匹马来，少屁！本将屠你们一个部落！滚！太保，干嘛跟他们废话？咱们干脆直接杀进去抢光算了。直接抢那是下策，把羊毛一次薅秃了，羊就跑了，让他们自己送来6万匹，回头再赏他们几百担粮食，给个巴掌，给个甜枣，这片草原以后就是本将源源不断的养马场。太保高明啊！父亲，边境急报，突厥方向有不下6万匹战马，正向我并州边境逼近。6万匹，当年开皇前见突厥朝贡先皇也没这等规模，难道是杨宇暗中所要的？若是朝廷要的，并州早该收到接应的密令，可至今毫无动静。爹，您在并州威望震天，突厥如今被打残了，说不定是有求于您。这6万匹战马是特意来孝敬您的呢。胡言乱语，怎么可能？6万匹上等战马，若能归我燕孝仓，足以打造一支天下无敌的铁骑，这天下大有可为。传令下去，点齐兵马，随老夫出城去查收这匹战马。爹，这6万匹上等好马，马上就是咱们燕家的了。老爷，那6万匹突厥战马没来咱们并州。没来？那去哪儿了？莫非去了幽州？也没去幽州，他们半道拐弯，直接往沙城去了。沙城？
靠山马林啸撤走后，现在镇守沙城的是那个新封的上将军冠军侯秦渊。竟然是他！那群凶狠跋扈的突厥人，竟然心甘情愿给他秦渊送去了6万匹好马。爹，咱们花重金只能买到突厥的烈马，凭什么秦渊一句话就能白拿6万匹上等马？这简直是恶心咱们！爹，下令吧，趁他们在半道，咱们直接派兵把马抢过来。混账东西！现在去抢，就等于昭告天下我燕家要造反。现在与天仇找不到贼，那么口诛咱们9族，反了又能怎样？大隋气数未尽，时机未到，必须隐忍。杨玉已经回宫，要在洛阳大开国宴。凌风，3天后随为父上京面圣。我倒要看看这大隋的水到底还有多深。4万斤巨力，金刚之躯。就凭现在的力量，就算是中原那些所谓的绝顶高手，也挡不住我一击。太保，太保来了，全来了！突厥的马到了，足足6万匹呀！太保，那场面简直把天都遮住了！尊敬的秦将军，6万匹上等好马已带到，请检验。不用验了，你们18部落不愧是本将的好邻居，以后可得多多走动。好邻居，草原各部现在叫你活阎王，谁敢跟你走动？马已送到，我等告辞。且慢，本将从不让朋友空手而归。严征，赏他们300担粮食。多谢秦将军赏赐。这6万匹马加上原有的，限你在最短时间内给本将练出一支7万人的狼骑精锐。卑职誓死完成任务。秦上将军，哪家带着皇上的口谕？皇上东征大捷，要在洛阳大开国宴，宴请天下5品以上官员。您可是首功，万万不能缺席呀！杨宇，皇上好兴致，本将择日便启程。不知如今中原那群反贼搅得如何了？嗨，一群草莽贼寇罢了。不过那瓦岗寨倒是出了几个狠角色。连靠山王林啸老王爷都在他们手里吃了大亏，受了重伤，如今已经退兵回登州养伤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义父受伤了？传令全军，立刻拔营回登州。冠军侯是冠军侯回来了，纵横北疆，百战不败，天下第一神将啊！他就是秦渊，太英俊了！侯爷看我了！太保，您这威风比那洛阳城里的皇帝老儿还大呀！少废话，去张府。草民张万良拜见冠军侯爷。岳父，您是长辈，折煞我了，快起来。好女婿，你有大爵位在身，跪的跪的，快进府，酒宴都备好了。夫君，我回来了，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义父，渊儿回来了。瓦岗寨欠您的血债，我要他们拿命来填。孩儿见过义父，让义父受苦了。哈哈哈哈！渊儿免礼，你平定北疆，扬我大隋国威，好样的13弟，你可算回来了！那群瓦岗贼人太可恶了，义父的手臂就是被他们伤的。义父，是谁下的黑手？哼，瓦岗新来了一个白袍小将，一手银枪出神入化，破了本王的长蛇阵。白袍银枪，白景辉。义父放心，孩儿这就点齐兵马去平了瓦岗，把那白袍小将的脑袋给您提来。渊儿且慢，皇上已经下旨派汾州刺人机裴元庆父子挂帅征讨瓦岗。你刚从北疆血战归来，先随本王去洛阳。裴元庆派这个煞星去打瓦岗，岂不是给反贼送人才？皇上大开国宴，
款待天下群臣，你身为大隋第一功臣，万万不可缺席。明日随本王进京面圣。乖乖，太保，这皇上好大的手笔啊！天下当官的估计都往这赶了。国宴，不过是杨宇向天下人亮肌肉的手段罢了。这次洛阳，怕是一场鸿门宴。乖乖，太保，这皇上好大的手笔啊！天下当官的估计都往这赶了。臣薛定邦参见皇上，瓦岗反贼，臣势必剿灭。薛大人，瓦岗虽是响马，但朕的皇叔都在那儿吃了大亏，不容扫丘啊！皇上放心，小小响马必在我银锤之下变成肉泥，连几个毛贼都收拾不了，也太小瞧我薛千钧了。千钧，御前不得放肆！哈哈哈哈！好一个英雄少年！燕孝苍见过王爷千岁，听说王爷受了伤，下官正准备送一株百年老参去府上。唐国公有心了。这位莫非就是名震天下的冠军侯？在下秦渊见过唐国公，如此年轻，竟能马踏王庭，覆灭高丽。王衡长百姓敬仰万分，今日一见，果真神威盖世。凌风，你觉得此人如何？爹，此人气息深渊如海，且极力维护大隋声威。将来我燕家若要推翻暴隋，他必是我们最大的拦路虎。司马大人，好久不见，要不咱们搭个座？笑话！哼，座位分尊卑，本相坐的是国公位，你一个小小侯爵，座位在下边。哎呦，侯爷，皇上特意交代了，您是我朝第一功臣，您的位子在最上面，百官之首。好，有劳公公。气煞老夫，一个小辈竟敢骑到本相头上！冠军侯呢？冠军侯坐在哪儿？放肆！朝堂重地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薛定邦竟敢不把本相放在眼里！司马大人恕罪，下官替犬子赔罪。你是谁啊？凭什么骂我爹？让你儿子司马承天出来，跟我这银锤碰碰！反了！薛定邦，立刻让你这狂妄小儿给本相跪下磕头，否则你们休想挂帅！千钧，快跪下！司马大人，都说官位越大，气量越大。不过本侯看你这气量，比针眼还小啊！对一个孩子不依不饶，这就是当朝相国的气度。秦渊，秦渊，皇上、皇后娘娘驾到！臣等拜见皇上。今日朕要昭告天下，大隋东征大捷，四海臣服。而这首功，便是冠军侯